你以为你还活着吗？错了，其实你早就死了。那现在的你是谁？是一时逃亡到平行宇宙的幸存者。这就是物理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理论——量子永生。这是什么概念？就像是在万丈深渊的钢丝上抛硬币，正面继续走，反面坠落深渊。诡异的是，你连抛了100次，次次都是正面。难道是命运眷顾？不，其实，在那些你可以坠落的平行时空里，世界已经为你熄灭了灯火。只有在这个你还能思考的宇宙里，你才觉得钢丝无限延伸。对观测者而言，死亡可能不是终点，而是一次视角的强制切换。你被困在了那个必须活下去的概率闭环里，哪怕几率只有1000000分之1。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会经历曼德拉效应。记忆里的皮卡丘尾巴有黑色，但现实却说没有。不是你记错了，而是你原来的宇宙毁灭了，你的意识被迫跳跃到了这里。但最绝望的不是活着，而是这个理论的终极推演。如果这理论是真的，你将永远无法通过死亡获得解脱。哪怕太阳熄灭，地球爆炸，你的意识都会被强行坍缩到唯一存活的那个概率里，也就是你要作为一个烂肉，在虚空里永生受罪。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让无数物理学家深夜失眠，甚至不敢深想的终极思想实验。故事要从那个把你切成2半的电子说起。物理学家在著名的双缝实验中发现，只要你不去观察，一颗电子竟然可以同时穿过2条缝隙。它就像一个分身术大师，同时出现在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这种诡异的状态在物理学上叫叠加态，但是一旦你睁开眼睛去看它，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电子瞬间变乖，它不再分身，只老老实实出现在一个位置，仿佛现实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你看出来的。这就是波函数坍缩。这件事本身已经够吓人了，但更疯狂的还在后面。为了解释这种现象，195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休埃弗雷特博士提出了一个惊掉下巴的理论——多世界诠释。他说，波函数根本就没有坍缩，当事情发生的一瞬间，世界并没有做出选择，而是分裂，就像树枝分叉一样。在一个宇宙里，电子走了左边；在另一个平行的宇宙里，电子走了右边。这2个宇宙都是真实的，互不干扰，同时存在。高能预警来了，抓稳扶手。如果多世界诠释是真的，那么死亡这个概念可能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伪命题。这就是量子永生理论的核心逻辑。想象一下，你正走在十字路口，一辆失控的卡车向你冲来。在经典物理学里，你要么躲开了，要么被撞飞。但在多世界视角下，这辆卡车撞向你的一瞬间，宇宙疯狂分裂成了无数个版本。在 99.9% 的宇宙里，你反应不及，当场毙命。你的家人在痛哭，你的葬礼在举行。但是请注意，死人是无法感知我死了这件事。你的意识在那些死亡宇宙里直接中断了，变成了一片虚无。所以你的主观意识永远只能停留在那个极为罕见的你还活着的宇宙分支里，那个0.1%的幸存宇宙里。你可能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或者卡车在最后一刻奇迹般避开了你。你会惊魂未定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心想：我操，吓死我了，还好我命大。你觉得这是运气？不，朋友，这是数学上的必然。这就像是一场没有任何输家的俄罗斯轮盘赌，只要你还拥有意识，你就一定是那个赢家。听懂了吗？这意味着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可能已经经历过成千上万次致命的意外。小时候发高烧、过马路、走神，甚至是那次严重的流感。在无数个平行宇宙里，你的父母早已因为失去你而肝肠寸断，但在你的视角里，你总是化险为夷，总是那个唯一的幸存者。你以为你活到了今天，是因为你身体健康、小心谨慎，不，只是因为那些死掉的你没有机会站出来反驳。这简直是完美的生存作弊器，对吗？先别急着高兴，量子永生理论最黑暗、最让人绝望的地方才刚刚开始。它只保证你活着，也就是保持有意识的状态，但它从来没保证过你会健康或者快乐的活着。让我们把时间轴拉长，假设你活到了120岁，器官衰竭，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管子，按照常理，你该咽气，该解脱了。但在量子分裂的无限可能中，总有那么1000000分之1的概率，机器故障，意外刺激了你的心脏，或者某种未知的医疗奇迹让你维持了一丝微弱的脑电波。在大多数宇宙里，你安详地走了，但在那个极端的宇宙分支里，你死不了。你的意识被囚禁在一个腐朽、溃烂、充满剧痛的躯壳里。你想死，你求死，但宇宙的筛选机制强行让你跳跃到那个还能再喘一口气的时间线上。150岁、200岁、1000岁，你的同龄人早就化作尘土，连你的重孙子都去世了。只有你像一个被诅咒的怪物，在一个早已不属于你的时代里苟延残喘。这哪里是永生？
这简直就是无间地狱。这时候你可能会问，这也太玄乎了，有证据吗？虽然我们无法穿越到平行宇宙去验证，但在这个世界里，或许早就留下了这一理论的系统 bug。这就是开头提到的曼德拉效应。仔细回想一下，你的记忆真的完全可靠吗？为什么成千上万互不相识的人会拥有完全相同的错误记忆？比如句子中间到底是2横还是3横？比如爱我中华的歌词是56个民族还是56个星座？量子永生的支持者给出了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解释。也许在原本的那个宇宙里，你确实记得那是56个民族，但是在那条时间线上，你遭遇了一场必死的意外。为了延续意识，你的主观视角瞬间跳跃到了现在这个极其相似但又略有不同的平行宇宙。在这个新宇宙里，你活下来了，但代价是这里的歌词从来都是56个星座。你的记忆其实是你上辈子的残留物。每一次既视感，每一次当你来到一个陌生地方，却觉得我好像来过，每一次心惊肉跳的噩梦惊醒，可能都不是巧合。也许是你刚刚经历了一次跨宇宙的复活，你以为昨晚只是做了个噩梦，也许是另一个宇宙的你在临死前发出的最后一段求救信号。当然，科学界对这个理论一直争议很大，因为它有一个致命的悖论，它无法被旁观者验证。你看，别人都会死，因为你是在你的宇宙里观察他们。当波函数坍缩时，在你的视角里，他们的死亡成了既定事实。所以，量子永生是一场注定孤独的旅程。在这个宇宙里，你会目送亲人离去，目送爱人消逝，最终只剩下你自己。面对无尽的时间，就像2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那个必定存活的主观气泡里。更深层的恐惧在于对自我的拷问。如果每一秒钟，宇宙都在分裂出无数个你，穿红衣服的你，穿白衣服的你，向左走的你，向右走的你，善良的你，邪恶的你，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根据这种分裂机制，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在量子层面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你的身体、记忆、意识每时每刻都在像忒修斯之船一样被重组，你只是无数个版本中恰好承载了这段记忆的容器。最后，让我们把视角拉到宇宙的尽头，看看这个理论最黑暗的终局。这就是热力学第2定律带来的热寂。几十亿年甚至几百亿年后，宇宙会持续膨胀，恒星会燃尽，黑洞会蒸发，整个宇宙的温度会降到绝对0度，所有的物质都会瓦解，只剩下一片死寂的虚无。如果量子永生是真的，那时候的你会怎样？现在深呼吸，看看你的周围，看看你的手掌，听听窗外的车流声。此时此刻，你还能思考，还能感到恐惧或好奇，这本身就是一个概率小到不可思议的奇迹。也许正如那个疯狂的理论所说，你已经在无数个版本中粉身碎骨，才换来了这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所以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每一秒，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现在的安稳是牺牲了多少个平行宇宙的你才换来的。也许下一秒，当你眨眼的时候，世界就已经悄悄变了模样。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今晚注定失眠的你，如果你确实永远死不掉，那你打算怎么度过这漫长到令人发指的永恒？